我的左侧这边呢，都是一个又一个的大的鱼塘啊，但现在这鱼塘不知道为什么都拿那些布盖起来了。这里直走呢就是关龙岛大桥了。这里就是一个岛的入口的地方，走下去其实就是一个码头，边上的有些湿地啊，就是河岸的风景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大刀沙岛了。这里的房子的结构啊，跟刚刚在关龙岛上看到应该都是一样的。他们就在堤岸旁写着面江的房子。嗨，大家好！现在我站在珠江里面的一个岛，叫关龙岛这边。今天我是开车来的，跟家人一起。然后呢，等一会儿我家人就开车回去。我呢，打算从这边还是骑车回我的住所启福新村。大概回程呢有25公里左右啊。我觉得应该是不错的一段骑行的距离。这边我们来看一看啊，对面呢就是南沙大桥，它的桥墩是跨在另一个江岛海鸥岛上的，一直呢向左而去，这边呢就去到了东莞。转过来这边呢就是南沙，前面呢应该就是庆盛了啊。然后你看过来这边在起楼的很多地方呢，应该是香港科技大学南沙校区的地方。现在应该已经在起科技大学的新的校园，就它的2期了啊。好，我就在这边稍微的观观江，然后呢我们从这边开始骑行。这边这一侧呢是沙湾水道，大家可以看到前面的牌子上写着我的右侧沙湾水道。但转过来啊，过了这个小岛尖呢，我的右侧就是市桥水道。那我呢打算从市桥水道这边骑回去。好，现在我们出发。这边人不多啊，今天天气相对比较炎热，大概有28、29度，等一会应该过30度了。但是还是有不少人开着车到这边来休闲，很多呢是钓鱼啊。我看也有一些年轻的父母带着他们的小孩到这边来走走，看看江。我的左侧这边呢，都是一个又一个的大的鱼塘啊，但现在这鱼塘不知道为什么都拿那些布盖起来了，可能是怕那些鸟来吃鱼呢，还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但是我们可以听到这些鱼塘里面发出的阵阵的声响，这些都是制氧机啊。就是在这个鱼塘里面放了很多制造氧气的机器，以改善这些鱼儿们的生活环境。刚刚呢一路开车是从沙湾水道那条河边道路过来的，但先回去呢，我还是要从市桥水道那边回去。其实他们2条江最终呢都是汇聚到珠江里面去的，只是在不同的河段啊，它的名字是不太一样的。这个海岛啊，应该叫江岛，整个环境是相当不错的。虽然有一座
大桥从岛上经过，你要入岛呢，还是要从比较小的地方经过一座桥啊，就比较窄的地方经过一座桥连过来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关龙岛呢和大刀沙岛是通过一座桥连起来的，所以我们怎么来也只能这么回。这个岛上啊，我看那些渔民，那现在我估计打鱼也不是他们主要的业务了，应该也种了一些自己的经济作物，但主要呢还是搞鱼的养殖。你可以看到很多的鱼塘。现在我骑行的这条，我的旁边啊就是市桥水道，这边岛民们呢都是住着面江的这些房子，所以骑行在这个江边的道路上呢，还是可以近距离的和这些岛民们打个照面啊，看看他们的这种生活。总体来讲还是比较闲适的一种状态。清明刚过啊，我看到这个江边的堤岸里面，还有房子的墙角那里啊，都插了很多香啊。中国人的这种民间传统是非常久远，也是深植人心的。你可以看到这一路过去，全部都是有烧香的这种简易的香炉吧。岛上还有个国医馆在我的左侧。我想在相当长时间以前呢，这个岛民的生活基本上就是在岛上，因为你要出去一趟呢都挺不容易的，你必须要坐船才行。但是有了连通岛外的小桥，建了马路以后呢，你看啊，这个岛上很多的汽车停在屋子的旁边。我的右侧下面是一个轮渡啊，我上次在这边当过的。看啊，这个轮渡过到对面呢，大概就是100-200米的距离，但是收费呢跟室内是一样的啊，是人过江2块钱，你的单车过江呢还要付2块钱，也就单程你是要付4块钱的。看到都是冲着河开的房门，有时候看到房门里面坐着那些上了年纪的人，非常闲适的那种状态，大家不急不慢，在岛上探着他们的生活。
我看到左侧这个房子的后面呢，其实还是有大量的农田的。看到这边的垃圾桶上啊，都写着“清流村”3个字。这个村庄呢，应该有个名字，就叫清流村。前面呢，你看有4号线的地铁，正好来回都通过，所以这是一座地铁桥。这条桥的名字呢叫地铁市桥大桥。其实和它并排的另外一座桥呢，就是走的京珠高速公路的一座高速公路桥。其实虽然我看不见啊，但是这个河岸的下面呢，都是一些简易的码头，拴着很多应该是渔民的小船啊。现在我们在这座地铁桥和高架桥下面通过。广州呢，进入到4月份以后啊，就像其他地方呢，进入到夏天的时节一样啊，就天气气温开始升高，而且这个4月、5月的时候应该是非常多雨，而且潮湿湿热的。那这种天气呢，被称为回南天啊，就是刮的都是南风，带来的雨水比较多，比较潮湿啊，这人不是很舒服。古代呢就觉得这样的气候啊，尤其是对于北方来的人来讲，非常的不舒服，也容易生病，所以呢，总觉得这个地方啊，有一种烟瘴之气啊，就不像岭南以北的地方那么四季分明，那么干爽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以前从古至今吧，大家都不是特别喜欢居住的地方啊。只有世世代代在这边生活的人呢，他已经完全习惯于这样的气候。
天呢，因为跟家人一块到这个岛上来浏览了一下啊，那省了我一半的路程，所以整个回程呢全部拉满，也就是25、26公里吧。我觉得这段路呢应该不在话下啊，而且也用不了2个来小时吧。所以呢，不急不慢啊，徐徐向前，就享受骑行，享受身边的风景，尤其是在这样的河岸边上骑行啊，就感觉还是一种非常与世无争的态度状态啊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非常愉快的一段骑行。这边也是有小路可以去到岛的里面的，你看啊，整个都是一片绿地，这个田地里面啊，应该都种了庄稼或者其他的经济作物。这些车呢，我觉得都到岛上来观光休闲的，应该都是岛外的车辆。对呀，不错啊。哦，很好，很好。边系可以。哪一个红包给他？看啊，这里有几户人家，他们建的房子呢是面江的，但他们的后面实际上就他们的祠堂，开了一个小园子，养很多鸡。
到了这边呢，差不多就骑完了这个关龙岛的四桥水道的这一段了。这里直走呢就是关龙岛大桥了。这里就是一个岛的入口的地方。在这边稍微再转转，看左侧写的清流村美丽乡村。这个地方呢也搞了一些设施，让大家可以坐一坐。弄得不好，这边还是一个公交站啊，关龙桥脚的公交站。这个就是关龙岛入口地方啊。今天我开车已经走过了，我就不往里面走了，还是掉头回去吧。我相信啊，住在附近的人，他们在城里住腻了，就有想法到这种乡下地方来走一走、看一看。我觉得应该会得到一些内心的愉悦吧。到关龙岛呢，要经过2座桥。这条呢相对比较低矮一点，小一点的叫关龙岛大桥。前面呢还有一座连通大道沙岛的大九绿大桥。过了这个关龙岛大桥呢，就会到大道沙岛。我们到大道沙岛上面呢，一样可以去转转嘛。珠江三角洲这边的水系纵横，一条条的小河村就围成了一块块的绿地啊，大的呢就称为岛了。好，我现在已经到了大道沙岛了，但我还是想延续了刚刚那种岸边的街道。这边呢，同样啊，我也想走一段4桥水道边上的河岸边的道路。这边同样也会经过很多村庄，很多村屋呢，它都是面朝着4桥水道开的门，都是一种望江的住宅。我们在这边再缓缓的骑一段。但这个河的堤岸啊，就防洪堤嘛，相对比较高，挡住了外面的风景啊。就我的相机没有拔到那么高，但是我的眼睛呢是可以看到江堤外面的风景的。
这里的房子的结构啊，跟刚刚在光荣岛上看到的应该都是一样的。他们就在堤岸旁起着面浆的房子，然后呢，在屋后呢，对着后面的田地啊，或者自己的果园，要不就是鱼塘。其实这个河堤下面啊，这个都是一些水生植物吧，或者说是一片湿地。这边有一个码头，我们可以来观望一下。这个下去其实就是一个码头，边上的一些湿地啊，就是河岸的风景。有些人在钓鱼啊，不知道是村民呢还是外面来的人。这条就是四桥隧道。这边呢也是有道路啊，可以下到，我就干脆从这边下去吧。这边就是岛上的一些绿地农庄之类的。刚骑在这边呢，摄影就停了一下啊。现在呢，我就从这边开始骑行在大道沙岛上的乡间的马路上。你看啊，边上都是一个个的农庄啊。这个里面养了好多的鸡啊。我想这个小岛呢，就除了农业啊，现代的农业加入科技元素的农业，还有就是观光农业以外啊，其他的工业是一概不让在这边发展的，所以呢，可以把它称之为农业的观光岛。现在我就骑行到了大道沙岛的一条主路上，两边呢都是农庄。经过大道沙小桥，这个岛上的马路上啊，车辆并不是很多，绿树成荫，应该是骑行者非常喜欢的地方。就离我住的地方稍稍有点远，过来呢要20多公里，所以呢也只能是偶然来骑一下而已。这边还种了一片水田啊，称之为作物王国，主要应该还是观赏为目的吧，尤其是让携家带来的小朋友能够了解这些农作物，这也挺有意思的。幸福田园。
到这边稍微的来看一看啊。这里面呢也是一个村庄，这边搞了一些观光农业啊。你看啊，这个路面上还写的字，保持了有机成长，幸福稻田，这不都是做出来？挺有意思的，就在村庄的旁边，大路的边上啊，开辟了观光的农庄。这里呢就是村庄了，就应该还有农家饭吃，可以体验一下乡村老百姓生活的这种状态，我觉得也不错。经过一个树洞啊，又可以回到岸边去了。我们就再回到岸边去接近一下吧。这个地岸你看啊，砌成这种蓝色的河水的颜色。左侧种了一片小竹林。这里又有一条可以回到田野的道路啊，我就这一次骑下去。那边好像是不是种的稻子呢？啊，这边农庄的景色很美的，开了一个小池塘，这个小池塘里面养了好多的鹅。
后边就是他们的住所，楼上可以望江的，但是这边有好多小池塘，然后呢就一路可以看到整片的田野。这里面种的是啥呢？种的是稻米吗？但我看好像杂草丛生的样子啊。这个稻子应该都已经结穗了，就是还没有形成饱满的米粒，但是已经有点稻子的样子出来了。但我相信这边农民对它产量应该也没有那么多的期待吧，反正随便种一点啊，边上有很多的杂草，应该都没有去除草。而我的左侧呢，干脆就种了一排排的火龙果。我觉得这火龙果的产出应该远胜于稻米吧。好，我们再回到大稻沙岛的主路上来骑行。前面呢，可能就要离开大稻沙岛了。这边呢，倒是两边都是稻田。我相信广州这些郊区的农民啊，他们应该也是有种米粮的指标的啊。这个不是你想种就种，你必须要完成多少指标，然后呢，你才可以利用土地来种一些经济作物等等。这一路上呢，还看到不少的公交车的停靠点啊。这边是大稻沙村委会啊，在右侧。它有很多公共设施，甚至有它的组织结构的。只不过呢，这个岛上可能就作为一个农业啊，或者加上观光的这么一个区域。在大的前提底下，你老百姓还是可以自由的发挥，所以还是保留着很自然的风貌啊，这是让人比较愉悦的骑行的地方。
我看到好多个农庄啊，不少的这个游客。经过这座高架桥呢，就出了大道沙岛了。这里被称之为世纪美丽乡村啊。好，我们现在从这边呢就出岛出村，然后呢骑上大九绿大桥。前方呢就是一座大桥，叫大九绿大桥，它是连接大道沙岛和草河地区的一座大桥。这是一座蛮高蛮长的桥，我骑到桥顶了，就结束我今天在关龙岛和大道沙岛的这段骑行。然后呢，我们一路下桥，走一段草河地区，然后还是要回到市桥水道边上了。
最终呢，我们从市桥的城区那边，最后呢回到祈福新村区。好，我们就在这边结束这一段的分享。等一会儿我们就可以顺桥下来。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，我们一会儿见，拜拜。